俄军从蛇岛撤离，释放善意是幌子，普京可能将放弃攻击奥德萨。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位于黑海西北的蛇岛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攻占了当地。然而，历经与乌克兰4个多月不停的交锋后，如今俄罗斯突然宣布已经弃守这个小岛。按照俄罗斯方面说法，撤离蛇岛是为了表达善意，证明没有阻碍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可是基辅驳斥了这种说法，直指俄军仍在继续轰炸粮仓。实际上，蛇岛的战略地位，它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何况该岛已经变成了一个炮兵的靶场。那么这样的一个残酷现实，可以说是俄军撤离该岛的一个重要原因。俄罗斯军队继续守在蛇岛，只会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该岛位于乌克兰外海仅35公里，从乌克兰海岸就能动用大炮、火箭炮以及无人机对其发起攻击，而该岛又没有良好的防卫设施，绝大部分目标都暴露在炮火中。目前乌军呢也是这么做的。总体来看，此举的主要影响有这么几个方面。如果正面解读俄军的这个行动，可以说是一石多鸟。首先，它证明普京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主动放弃蛇岛，说明俄罗斯的主要目标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而深层次的含义是，俄军根本就没有第3阶段的作战行动计划，也就是继续攻击奥德萨的计划。其次，有助于化解国际社会因为乌克兰的粮食外运问题而对俄罗斯施加的压力，这也是打舆论战的需要。但是这么做会增加乌克兰的战争潜力，这也证明普京对未来战局的发展有信心，而且呢，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相应的计划。第三，俄军撤离蛇岛，给泽连斯基留下了一个谈判的机会和面子。几个月前从基辅附近撤军也是这么一个理由，但是乌克兰方面可不一定接受。第四，给美国和北约一个挽回彻底失败的面子，以便于美国和北约施压乌克兰老老实实的坐下来谈判。当然，俄军撤离蛇岛也有问题的一面。俄军从蛇岛撤出后，将很大幅度的改变黑海地区的控制权。首先，蛇岛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为俄罗斯提供乌克兰沿岸的海空目标的预警。在黑海舰队虚弱的情况下，靠战舰来做这件事儿是不太稳定也不太靠谱的。所以俄军撤离蛇岛等于让俄军失去了很大范围内的黑海制空权。从战略的角度看，乌军现在出动残存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甚至呢能够对克里米亚地区形成战略威胁。英国呢也一直叫嚷着要帮助乌克兰恢复出海口，未来不排除奥德萨变成西方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一个重要港口。要注意一点，只要运粮的船只能够往返于欧洲和乌克兰，那么武器弹药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从海上源源不断的送入乌克兰。俄军再想攻占奥德萨，那可就难了。第二，撤离蛇岛还有可能意味着俄军会放弃攻击奥德萨的计划，这可能是一件大事儿。如果俄罗斯想拿下奥德萨，就必然要依托蛇岛对西边狭窄的罗马尼亚、乌克兰的通道进行阻断，以切断其军事外援。现在俄军撤离了蛇岛，就不能排除俄罗斯军队已经放弃了第3阶段攻击奥德萨的计划。如果俄军计划攻击奥德萨，就必然会切断乌克兰的出海口。所以普京下一步的行动更可能是在结束顿巴斯地区作战后，让俄乌战场冷下来，然后以西方进行长期的消耗。所以俄罗斯军队撤离蛇岛，表面上看起来游刃有余，实际上也证明俄军现在已经力不从心。最大的信号是攻击奥德萨计划可能会被取消。乌克兰如果看明白这一点，就应该尽快的恢复和谈，而不是继续拿军人的生命去换时间和空间。
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